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超酷的框架，它基本上就是要教你怎么跳出那个朝九晚五的死循环，然后呢，真正围绕着你自己这个独一无二的品牌去打造一份事业。这套方法叫做 APAG 框架，它会给你一套非常清晰的游戏规则。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就是好像人生有张剧本，从学校毕业找份工作，然后等着退休，就这样照着走。但走着走着，心里却越来越焦虑，越来越空虚，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。好，第一部分呢，我们先来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。我们就叫它传统的职涯牢笼。很多人之所以会卡住，就是因为相信了一些过时的建议，而这些建议就像笼子的栏杆一样，把我们给困住了。你看哦，我们从小听到大的那些建议，什么要找到你的利基市场啊，要专精一项技能啊，听起来超有道理，对吧？但这其实是个陷阱，它会把你塞进一个很小的盒子里，忽略你真正的热情，把你变成一个，怎么说，一个很单一而且随时可以被换掉的工具人。你看呢，画面上这句话啊，其实蛮狠的，但也很真实。如果你继续维持现有的习惯，你最终将陷入一个充满痛苦、无聊或后悔的未来。这句话真的点醒了很多人，是时候该想想，我们是不是该换个玩法了。好，那既然旧地图不管用了，新地图在哪里？接下来这部分就是整个观念的核心，准备好了吗？这是一个会彻底改变你看待自己职涯的方式。来了，这就是整个概念的核心，来自作家Dan Cole。他说，最赚钱的利基就是你自己。这句话超有力量的哦。他的意思就是，你不用再削足适履去挤进某个现成的市场，不，你本身，你所有的一切，你的兴趣、你的技能、你的怪癖，全部加起来，就是一个别人模仿不来的独特利基。那要怎么开始挖掘你这个利基呢？第一个工具超级反直觉，但超有用，叫做反愿景。你想想看，要你说出我未来想要什么，可能有点模糊，对吧？但要你说我绝对不要过怎样的生活，哇，那个画面马上就清晰起来了。这就是你的负面燃料，推着你逃离你不想要的未来。好，有了燃料，接下来你需要方向盘，这就是第二个工具，宏观专注力。在这个资讯爆炸，随时都有东西跳出来要你注意的时代，这个能力就变得超级重要。它能帮助你把所有的视角、精力都对准你真正想去的地方，帮你把那些杂讯通通过滤掉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有了新的心态，也有了工具。但接下来的问题很实际，我要怎么把我这个这么抽象的东西，变成一个真正能赚钱又有价值的资产呢？答案就在这里，数位写作。你可能会想啊，写作，但这里说的写作不是叫你去当文学家，而是把思考这个过程透过文字记录下来，整理出来，分享出去。这在今天是一个根本性的元技能，也就是能让所有其他技能都升级的技能。为什么说写作这么厉害？你看，它不只是打打字而已，它能放大你所有其他的技能。它就像一张24小时都在运作的公开履历，会自己帮你吸引机会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能帮你建立一道连 AI 都无法取代的护城河，这就是杠杆的力量。而且这个杠杆效应最惊人的地方就在这里。当你把系统建立起来之后，你每天真正需要做的深度工作，可能就只是这2到4个小时。其他的时间，你写出来的东西会替你工作，让你有真正的时间自由。讲了这么多，最重要的问题来了。OK， 那到底要怎么开始？别急，这个框架最棒的地方就是它给你一套像游戏一样的攻略，让你今天就可以开始玩。你看，这就是艺人公司这场游戏的4个关卡。第一关，先定义你的大魔王；第二关，建立你的心智回馈系统；第3关，练习你的核心技能；第4关，升级你的装备。我们一关一关来破。好，第一关，请你现在就想一个问题：如果5年后你的生活完全没变，就是现在这样，那一个普通的星期二会是什么样子？把它想得越具体越好，越可怕越好。这个画面就是你要打败的终极大魔王，也是你每天的动力来源。OK， 打魔王的目标有了，
第二关，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作战系统，也就是心智回馈回圈。这听起来有点悬，但其实很简单。第一，你的焦点，你要刻意的去寻找跟目标有关的资讯。第二，你的能量，也就是你的注意力，要像雷射一样精准的投下去。第三，从你的经验，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，快速学习，快速调整。焦点、能量、经验，就这样一直转，你就会越来越强。第三关，练功，每天就是固定给自己2到4个小时，不受打扰的进行深度写作。这是在强迫你的大脑思考、整理、输出。那剩下的时间呢，很重要，去休息、去散步、去做些无聊的事，因为这时候你的潜意识正在背景帮你工作。很多最棒的点子都是这样来的。好，最后一关，升级装备。任何玩家都知道，好的装备让你事半功倍。那这场游戏的终极装备是什么？就是这一本丹柯的《The Art of Focus》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这整套系统的官方游戏攻略，里面有所有你需要知道的细节。所以说到底，这一切都回到一个问题：你脑中那些独特的想法，你看世界的方式，它不只是空想，它是可以变现的资产。这个框架就是把这个过程变成可能的路线图。所以问题不是你可不可以，而是你准备好要把你的观点变成你的自由了吗？